讲到做梦这件事情其实这个是非常多人在问的那当然，我们站在这个医学的角度来解释这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要说，我们每个人在睡觉是一定会做梦的。那一个人晚上的睡眠90分钟是一个周期，比如说是7个半小时，大概就是5个周期。每个阶段所谓的浅睡，然后慢慢进入熟睡，然后再回到浅睡的时候呢，就会进入一个快速动眼期，常常就是我们做梦的时间。如果是刚好是在这个快速动眼期的时候醒过来，那这个人就会记得做梦。没有在那个时间醒过来，其实是不会记得做梦的。一般的人都会认为他有记得叫做有做梦，不记得就是没做梦可是实际上在医学上面呢，每个人一定会做梦。那如果你不是在做梦的时候醒过来，你其实是不知道自己有做梦。好，那这么说的话，如果一个人经常都觉得自己是几乎每天晚上都有做梦或者一个礼拜可能有一半以上的时间呢都是有做梦，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小心了，因为你很可能在做梦的时候是醒过来的，那这样子就代表睡觉可能是睡得比较浅的。那很常见的是包括一些本身就有一些失眠的一些问题，或者呢周围的睡眠的这个环境呢不是很好的一个环境可能就是比较嘈杂一点，或者呢一个很常见也很容易被忽略的就是睡眠呼吸障碍的问题。我们可以这么说，我们在做梦的快速动眼期的时候是全身的肌肉最放松的时候，那也包括我们上呼吸道的肌肉，所以这个时候的放松的肌肉就更容易阻塞，特别是我们的这个上呼吸道的肌肉在松弛放松阻塞的时候呢，大脑为了要呼吸就把你从熟睡拉回浅睡，甚至会让你醒过来，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记得做梦。所以一个睡眠呼吸中止症的病患呢，也经常会用做梦来表现。那这个时候就要小心，如果有这样的问题呢，没有去处理好的话，这个也是会干扰到他的整个的睡眠的品质。一个正常的人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会经历一些所谓我们手脚麻痹的阶段。在什么阶段？也就是快速动眼期。快速动眼期实际上是我们大脑非常忙碌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脑波是跟清醒一样的，这也是大脑在做资讯的横向的整合。那这个时候我们为了不要把这些大脑发生的这些事情呢用动作表现出来，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发出一些讯号，让我们的手脚肌肉其实是麻痹不会动，就好像你被打了麻药一样，一动也不动。所谓的这个鬼压床或者叫做睡眠麻痹，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你的手脚肌肉张力降到最低的时候呢，你居然是醒过来的。一些比较罕见的包括一些脑部的一些疾病或者发育上的一些问题，还有呢就是使用一些药物。另外一个，如果不是脑部本身或者其他这些特殊的问题的话，在临床上面呢很常见的就会跟呼吸有关系的。也就是呢，一个人如果他有睡眠呼吸中止症，尤其是我们把它叫做阻塞型的睡眠呼吸中止症，他在睡觉的时候呢，上呼吸道的肌肉越放松，那放松的肌肉造成阻塞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大脑为了要呼吸，就会把它从熟睡拉回浅睡。那这个熟睡拉回浅睡的过程，有时候醒过来的话，怕的是他的意识已经清醒了，可是他的这个手脚肌肉麻痹的情况还来不及恢复，那这个时候的感觉就是醒着，可是手脚都不能动，那这就是所谓的鬼压床。这种经常是伴随着上呼吸道塌陷无法呼吸醒过来的。那这就好像睡到一半被人家掐住一样，所以我们在门诊也经常有这样的病人，他就是有鬼压床的症状来求诊。有人把这个清醒梦把它当作这个是一个大脑送给科学家的礼物。为什么这么说？清醒梦很特别的是，他在做梦的当时呢，他其实是知道自己是在做梦的。这个时候科学家就可以透过会做清醒梦的情况下发生的事情呢，进行一些做梦内容的一个记录。清醒梦并不是每个人都会的，有一些人比较容易，他可能情绪比较激动的时候，或者说呢发生一些比较重大的一些刺激的时候，比较容易出现这样。这个基本上还是因人而异。不过清醒梦能不能够透过训练，的确也是有的。之前就有一些研究呢，证明一个人他可以透过一些训练，比如说呢，因为很多人其实
如果知道做梦的话，常常醒过来我就忘记了。可是如果每次睡觉醒过来就刻意去回忆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慢慢的就会意识到呢，我刚刚发生的这些其实是做梦的哦。所以清醒梦呢是有机会去透过训练，让自己呢变成可以做清醒梦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后的影片我们会继续拍摄更多让你能够呼吸顺畅、睡个好觉的影片。我们下次影片见，拜拜。